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1.16，收盘价是265.2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1.44，最低价是在263.76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14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76 倍，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并且下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启下行的走势。MACD 快线也是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止涨后的下跌中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确认了止涨，同时它也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也就确认了股价的变盘向下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是在10日均线值遇到支撑，然后收在相对稍微高一点的位置。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，我们指的是较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来说，这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。然后我们会看到成交量是量缩，那么日后股价，只要在前面这根 K 线最低的上方运行啊，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，那否则呢，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在265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82.5附近。实际在9月18日收盘价是在265.28，出现了回档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，那走势呢也是基本相同的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这根 K 线确认了止涨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股价将会开启下行，所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9月1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是242，依然是这个位置。那跌破这个位置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那下方呢，这个缺口还有20日均线值将成为强支撑。20日均线值在9月19日会到达255，也就是这个缺口下方的这个位置。那股价呢，我们说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跌破，强支撑是重要的标志位。那股价一旦要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，将会确认反转向下。对，因为在多头的趋势下，股价出现回档，如果在20日均线值不能予支撑，而是跌破20日均线值，那么股价将会转为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好，那么
这是对于第一个目标。那242如果被跌破之后呢，下方我们还给了一个中间目标，就是228，它仅仅是一个强支撑。那真正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212，跌破212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因为上方现在有头低，下方还缺少一个底低，所以股价日后一旦跌破这个位置，将会继续这个空头趋势。这也是股价如果这一波回档向下的它的最终的目标。对，好，或者说是叫这一波回档它的真正的目标就是212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现在要调整一下。目前第一个目标，因为连续2个交易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和下跌。那么9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将成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那么279是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说，目前股价是一个短期多头趋势，目前是出现了回档。那么股价目前要上行，就是要站上前高279，去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那一旦站上了279，也就证明叫回后再上涨。那股价呢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继续上行，那上行的压力就是这个缺口，那么它的目标就是299.29。我们变换一下颜色，好，它成为了第二个目标。那股价一旦站上299，我们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提到过，那么它将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长期多头趋势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最终的目标是414。那么在这期间，我们给出了一个中间目标，几个中间目标。那站上299之后，我们给的临近的目标就是314，这也是前面的一个高点。好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9月19日，我们要给出一个在盘中的观察位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在9月18日盘中，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71。那么股价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会收低，在上方运行会出现叫做继续上涨，实际是出现了反转向下下跌。那么对于9月19日我们给出的位置是265，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这个K 线实体的下沿。那么我们给出265的理由就是说或者说是目的，就是在盘中9月19日盘中，如果股价能够在这个实体下沿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收低，或者换句话就一定会收低。如果是在265下方运行，那股价有可能会回补缺口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这个9月19日盘中的观察位的目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8月29日的收盘价257和
9月11日的收盘价273，在这个地方是10%的加仓，最初是5%的建仓。那么这样一个15%的仓位，目前的成本价是267。那如果在近几个交易日，尤其是出现止涨的信号 K 线之后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那目前这个仓位还是继续持有的，因为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是256，是这个缺口的下沿。那到了9月18日，在265这个收盘价，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场或者说是加仓的。虽然我们刚刚在分析说明当中说，股价如果因为出现了价跌量缩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运行，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但是这只是50%的一个几率，就是反弹。还有一个几率就是，如果出现低开盘而不能超过265呢，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。对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或者是进场抢反弹的，在技术上，那么那对于这个仓位，如果没有在这个位置没有获利出场呢，那到了9月19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这个缺口的下沿，在256。实际上20日均线值也会到达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9月19日开盘之后，一直到上方的5日均线值，还有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71，在这个区域一定会有空头布局，对，会在这个地方加仓或者是建仓。假如是低开盘，更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加仓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跌破20日均线值，在254，还有就是下方的242。那对于空头目前的回补位呢，我们认为上方279、285和299这3个点位分别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那这3个位置也是空头的回补位。好，以上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69一直到272，它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第二个压力位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和前高279，它的范围是277到279，这是第二个压力位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是281到289.5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64到265之间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256.5到260.5。第三个支撑是255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虽然它和缺口的数值是连上的，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区分开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是要给出2个方向。它们分别是股价在
这样的一个止涨的信号 K 线之后，第二根 K 线是确认了止涨，并且也确认了变盘向下，所以说在9月19日第一个可能的第一个方向就是下跌。如果出现下跌，那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57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65，收盘会收在258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下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。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预测股价是会出现反弹。如果是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74。然后收盘会收在272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4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那如果股价在当日既不出现下跌，也不出现反弹，我们认为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上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9.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68.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67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